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闲暇之域，我是阿杜。本周是学员偶像大师的发售日，所以我们本期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次学员偶像大师的牌组构成。这次要介绍的是4门4成门的牌组构成，我们将会从0等到3等依序来跟大家介绍每一个阶段我们的想法以及内容。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也请大家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请不要吝啬你的手指头点下订阅，也可以到 FB 的粉丝页来追踪我们的最新消息。那么事不宜迟，就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那么首先是0等的部分，这一次我们选择了5种卡片来使用，主要是完成3等烧伤的前置条件，也就是施出区指定特征角色的数量。那么首先看到的是这张黄色等级0的藤田琴音，这是一张主动施出的4找1，施出区如果有7张以上的话，可以将自己施出区的这张选择1张放到休息室，之后看自己的牌顶上方最多2张，之后依喜欢的顺序放回牌顶。本身只限特征的角色检索，且施出数量达标还能看牌顶，对资源运转来说，这是一张非常好用的0等角色。接下来看到这张是1效果牌组检索，2效果条件施出的藤田琴音，跟青春猪头的0等麻衣同款效果，都是属于非常强力的检索与施出角色。接下来是这张1效果条件给予角色攻击力，2效果休息室集中的小泽广。1效果赋予的攻击力是依据休息室中自己的张数有几张来决定，因此最好的情况下能够给到4500的攻击力。对于要击倒联动的构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火力来源。这一次牌组的主要战术是以施出作为核心战术来进行。这一次牌组的杀招是牌底烧，而牌底挖多少张卡片则是依据施出区指定特征的角色数量减1来计算。因此施出的数量越多，除了压牌之外，也能让尾盘更有机会完整的做出斩杀。也因此这一次我们的牌组中施出套件一共有4种，能够主动施出的卡片数量为10张，来作为这一次牌底烧的搭配。施出的部分除了2张琴音与手球效果自己出去之外，也可以使用1等琴音的效果将零费角色拉上来，回合结束时该角色就会因为琴音的效果施出，从而增加施出的数量。因此前期需要先尽可能的施出，以及做好1等联动的准备，之后开始检索后列给予攻击力的集中，以及自己回合全场指定特征加攻击力的后列。联动的部分我们选择的是这张红色等级1的花海校记，1效果手拍上场加攻，2效果是联动。击倒角色后公开牌顶，选择休息室等级 X 以下的角色回收，回收的范围是公开的那张卡片它的等级。而被效果公开的这张卡片，如果它是指定特征的角色的话，就可以放到能量区。本身能回收也能赚能量，是资源赚取非常快的一张联动。本身加名场面就有的8000的攻击力，搭配后列的集中或者是1等全场印，就能让攻击力直接破万。以击倒联动来说，这是非常不错的火力了。而展开的情形就如同画面中所呈现的，前台以校记联动作为主要的展开，也可以使用手球作为打手兼施出，或者透过琴音的效果拉人上来增加施出的人数。而值得注意的是，琴音本身的1效果是可以让它在没有满足颜色条件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手拍上场。对于展开来说，前期就可以不用太担心颜色的问题造成展开受限。而进入2等以后，主要还是以1等的联动为主，并持续增加施出的数量。而从2等开始，就可以开始准备3等的联动，以及使用部分的功能牌来对应对手的展开。这次我们选择的功能牌有4种，分别是1效果前列应援，2效果回收休息室等级2以上角色的情谷美玲，以及喜能击倒挖牌底烧、找出回血且战斗时防自动效果烧伤等功能牌作为2等时期的最硬手段。3等的部分我们选择了3种来使用，首先看到的是这一张1效果手拍上场回血，2效果喊打支付代价可以烧对手4点伤害的藤田琴音。本身除了是回血角之外，2效果的喊打烧也是除了联动之外很好的副杀招选项。接下来看到这张是1效果条件找出，2效果手拍上场满足条件的话回血，并且到下一个对手回合结束前增加攻击力，并且获得一个在此卡的战斗中你不会受到对手角色自动效果伤害的能力的情谷美玲。本身条件宽松且防烧能力如果在对手上3等要展开的话，就有机会被这张的效果给妨碍到，是蛮不错的一张找出角色。而杀招的部分选择是这一次3等的月春手球，1效果手拍上场回血，2效果是记忆效果的联动。喊打时满足条件的话，先给予对手1点伤害，并且执行以下的动作。
这个动作是你可以将对手牌组下方 X 张放到休息室，那些卡片之中如果有名场面的话，给予对手1点伤害。X 是等于你回忆区指定特征角色数量减1，这个是属于前置作业要求比较多，但展开费用很低的联动。烧伤只看有没有名场面，而不是名场面的数量有多少。只要前面任务有做好，就能保持最高9连打。而且由于输出数量极多且代价低的关系，在联动之后，牌组依然能保有不错的压缩，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联动。好的，以上就是本次介绍的牌组内容。画面上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团队构筑的4门4城门牌组构成。这一次的击倒联动能获得火力的方式，让联动做起来的效益还是很不错的。系统本身能施出的手段也不算麻烦，让3等的作业能够很顺利的持续完成，玩起来算是很有意思的系统。好的，那么网络上的牌组资讯很多，也希望大家透过众多的资料与本频道中获取些主牌的灵感。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法或建议，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与交流。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